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正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今天我們要來探討一個極度具有爭議，而且絕對會顛覆你日常認知的核心議題。我們從小到大，不管是從新聞媒體還是學校教育，幾乎都接收到一個根深蒂固的觀念，那就是做慈善是一件絕對的好事。當我們聽到哪位企業大亨、哪位科技巨頭又捐了幾十億甚至幾百億出來成立基金會，我們第一時間的反應通常是讚看，覺得這些成功人士真的很懂得回饋社會，非常了不起，對吧？但其實，如果你走進學術界與社會學的領域裡去仔細深究，你會發現，現代慈善事業早就成為一個充滿激烈辯論的戰場。這也就是我們今天要為各位徹底拆解的主題：這些超級富豪的驚人捐款，究竟是真正的善意，還是他們用來洗白名聲的頂級公關工具？又或者，這根本是我們這個已經嚴重失靈的經濟系統所產生的一種無可避免的併發症。為了把這件事情從頭到尾說清楚，我們今天必須把感性的情感先放在一邊，用絕對客觀甚至帶點冷酷的邏輯來進行剖析。我們將會帶你直擊現代慈善背後的資本運作邏輯，揭開那些看似光鮮亮麗的天文數字背後到底藏着什麼樣的權力結構。準備好顛覆認知了嗎？我們直接切入核心。電影《蝙蝠俠》裡面有一句非常經典的台詞，他說：“定義我的不是我的內在，而是我的作為。”這句話其實非常精準地描繪了慈善事業在主流社會中的真實運作邏輯。我們經常在檢視超級富豪的捐款時，會去質疑他們的動機，他們到底是真心想要提供幫助，還是單純想花錢買個好名聲？但說真的，如果你去問那些真正需要幫助的人，這個問題根本一點都不重要。我們可以想象一下，在地球的某個遙遠角落，今天晚上有一個小孩子，因為某個巨型慈善基金會的贊助，接種了可以救命的疫苗。有一個出身貧寒、原本準備放棄學業的學生，因為一筆豐厚的獎學金，終於能夠踏進大學的校門。或者是一個偏鄉的家庭，因為一筆海外的慈善捐款蓋了一口井，他們全家終於喝到了乾淨的水。這些受惠者，當他們在接下這些救命資源的當下，絕對不可能停下來去質問這筆錢是不是某個跨國財團用來洗白名聲的。他們甚至可能一輩子都不知道這筆錢到底是誰捐的。他們心裡只會知道一件事：在這個世界上，有人在乎他們的生存，而且有人願意伸出援手。這就是為什麼像比爾與美琳達蓋茨基金會，或者是歷史悠久的洛克菲勒基金會這樣的巨型機構，能夠成為善行最不可撼動的強大象徵。這些機構的存在，最終已經超越了創辦人本身的個人特質與私心。他們建立起龐大的跨國系統，去對抗小兒麻痹，去研發抗旱的農業技術。這些實實在在的作為，確確實實在客觀上拯救了數以百萬計的生命。從這個結果論的角度來看，慈善事業的實質影響力，毫無疑問的遠遠大於富豪們內心的真實動機。重點來了，當我們被這些感人肺腑的故事，以及龐大到令人咋舌的善舉所包圍的時候，我們往往會被蒙蔽，進而忽略一個更深層次也更殘酷的根本問題。作為一個理性的分析者，我們必須建立一個反向思考的邏輯。這些富豪用來做慈善的錢，一開始到底是怎麼來的？這就帶出了我們今天要討論的第一個核心概念，所謂的善意幻想。在現代資本主義的極致運作下，這其實是一個將多數人的資源不斷壓縮、剝奪，進而讓極少數人變得極度富有的龐大系統。而且，這個系統本身經常是建立在剝削社會中最脆弱群體的基礎之上。很多跨國財團為了追求極致甚至是不合理的利潤，他們可能會聯手壓低基層勞工的薪資，可能會利用各種法律漏洞來逃避應繳的龐大稅款，甚至可能會將生產過程中的巨大污染成本直接轉嫁給整個社會來承擔。然後呢，當這些財團累積了幾代人都花不完的天文數字財富之後，他們再以一種救世主的姿態，從口袋裡拿出一小部分，成立冠名慈善基金會，大張旗鼓地捐錢給弱勢群體。各位，你發現這其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弔詭之處了嗎？他們現在用來做善事的資源，很可能就是當初從這個社會、從這些弱勢群體身上無情榨取出來的。這就像是一個人先毫不留情地打斷了你的腿，然後再非常慷慨、非常高調地捐贈一副拐杖給你。接着，所有的主流媒體都在瘋狂報道他捐贈拐杖的偉大善行，卻完全沒有人去追究他當初為什麼要打斷你的腿。
當我們徹底理解了這個資本運作的完美閉環之後，各位不妨在心裡思考一下，這究竟是純粹的利他主義，還是只是為了維持現有權力階級而精算過後施捨給大眾的安撫金？我們直接用一個極度震撼的真實數據來驗證這個邏輯。根據美國《華盛頓郵報》在2020年發布的一份深度調查報道指出，光是在那一年，美國各大銀行與大型跨國企業為了解決當時社會上沸沸揚揚的種族不平等問題，總共捐出了高達495億美元的慈善款項。各位，495億美元，這是一個足以撼動許多中型國家經濟的超級天文數字。這筆錢如果用在對的地方，絕對可以引發翻天覆地的改变。但是，當社會學家跟調查記者們開始深入追蹤這筆巨款的真實流向時，卻發現了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事實：這495億美元之中，竟然沒有任何一毛錢是真正投入到刑事司法系統改革這種能撼動根本結構的地方。同時，也沒有任何一筆資金是用來改變那些真正導致種族不平等、貧富差距的底層法律結構。那麼大家一定會問，這幾百億美元到底花去哪裡了？報道指出，這些資金絕大部分都流向了類似卡內基社區這類型的溫和項目。這類項目的核心理念是什麼呢？是幫助個人建立領導力，是教導少數族裔如何提升自己的職業技能，好讓他們能夠在現有的社會階級遊戲中稍微往上爬一點點。這其實赤裸裸地反映了現代企業持傘的一個巨大盲點，或者我們應該說，這是一個經過精心計算的刻意選擇。企業非常願意花大錢去提升個人，因為讓幾個人變強絕對不會威脅到現有體制的穩定。但企業絕對不願意花哪怕1分錢去改變體制，因為一旦改變了體制，就意味着要動搖他們賴以獲取暴利的遊戲規則。這也就是為什麼這種看似龐大的巨額企業捐款，往往只能在表面上治標，卻永遠不可能解決真正的社會病灶。接下來這點超級重要，這種治標不治本的現象，在學術界衍生出了一個非常精準也非常致命的專業名詞，叫做慈善傲慢。這是什麼意思呢？這指的就是那些極度富有的商業領袖，因為他們在商業世界裡呼風喚雨，取得了常人難以企及的巨大成功。於是他們就產生了一種極度危險的假設，他們理所當然地認為，既然我能打造1000億帝國，我也一定掌握了解決複雜底層社會問題的完美答案。我們來仔細剖析一下這種大老闆的心理狀態。一個能夠創立全球頂尖科技公司的執行長，他無疑是絕頂聰明的，他的邏輯思考能力、商業競爭手腕絕對都是世界頂尖的。在他長達幾十年的職業生涯中，他習慣了被眾人吹捧，習慣了身邊的高階主管永遠對他說：“老闆，你的策略太棒了。”他習慣了自己總是那個掌握最終解答的決策者。當這樣的人帶着幾十億的資金強勢踏入慈善領域時，他們很容易會覺得自己凌駕於所有傳統的社會發展理論之上。他們會本能地把社會問題當成是一間公司來管理，或者當成是一段有漏洞的程式碼，只要重寫幾行就能修復。但是，社會科學跟商業邏輯完全是兩個平行宇宙。社會問題牽涉到深厚的歷史脈絡、複雜的在地文化、難以捉摸的心理學、殘破的基礎建設，以及最不可控的複雜人性。當富豪們帶着這種高高在上的慈善傲慢，拒絕傾聽在地專家的意見，堅持用自己那套冰冷的商業腦袋去解決貧窮或疾病時，往往會引發令人瞠目結舌的巨大災難。為了讓大家深刻體會這件事，讓我來分享一個極度具體也極度令人心痛的真實案例，來印證這種慈善傲慢到底會帶來多麼毀滅性的後果。在南非地區，對抗瘧疾一直是一個極為重大的公共衛生挑戰。當時，有些大型的西方慈善基金會投入了巨額的資金，在冷氣房的會議桌上想出了他們認為最完美的解決方案：免費發放塗有強效殺蟲劑的蚊帳給當地的貧困居民。如果單純從實驗室的數據跟商業效率來看，這個邏輯簡直無懈可擊。蚊帳可以從物理上阻擋蚊子，而上面的殺蟲劑可以化學性的殺死蚊子，雙管齊下，當地的瘧疾感染率絕對會呈雪崩式下降。但是，這些坐在高級辦公室裡的決策者完全不了解極度貧窮在現實生活中到底是什麼樣貌。當這些昂貴的殺蟲劑蚊帳大批送到當地居民手中時，發生了什麼事？對於一個連今天的晚餐在哪裡都不知道，
孩子正餓得哇哇大哭的家庭來說，被蚊子咬一口感染瘧疾的風險，遠遠比不上今天晚上全家人就要活活餓死的恐懼。於是，在絕望的貧窮驅使下，當地居民把這些塗滿有毒殺蟲劑的蚊帳拿去當作捕魚的漁網。因為蚊帳的網眼非常細緻，用來捕撈湖裡的小魚，效率高得驚人。結果呢？這其實不對，這根本是一場生態浩劫。蚊帳上的高濃度殺蟲劑大量融入水中，直接毒害了南非地區極度脆弱且珍貴的小型湖泊生態系統。不僅魚群出現大規模死亡，當地人賴以為生的水源也遭到嚴重污染。這就是一個最標準的悲劇。由富豪自以為是的傲慢與對底層貧窮的絕對無知交織而成，最終釀成了一場生態與生存的雙重災難。這徹底證明了，在面對複雜的社會問題時，光有錢跟好意是遠遠不夠的。我們繼續聊下去。雖然我們剛剛非常嚴厲地批判了巨型慈善事業的盲點與傲慢，但作為一個專業且深度的分析頻道，我們必須保持絕對的客觀與平衡。我們不能只看壞的一面，因為在某些特定的極端的環境底下，慈善事業其實扮演着無可取代的社會防禦角色。我們可以把現代慈善事業比喻成堵住即將潰堤的水壩裂縫的那根手指。這個體制的水壩確實千瘡百孔，確實快要崩塌了。但在我們把新的堅固的水壩建好之前，如果沒有那根手指死死地擋在那裡，毀滅性的洪水馬上就會淹沒底層的所有人。尤其是在那些威權體制或者是政府功能已經完全失靈的國家，國際慈善基金往往就是社會正義與人權的最後一道防線。大家可以設身處地想一下，在一個極度壓迫人權的社會裡，腐敗的政府會出錢去補助那些專門為弱勢群體辯護的人權律師嗎？絕對不可能。政府會撥款給那些專門揭發官商勾結、出版政府極力想隱瞞真相的獨立研究中心嗎？想都別想。在這種生死存亡的關頭，能夠支撐起這些抵抗力量、保護公民權益免於遭受國家機器更嚴重暴力的資金來源，正是這些來自海外的慈善捐款。如果我們今天因為批判資本主義就把所有的慈善機構都徹底消滅，你可以想象一下，在那些威權國家的邊緣地帶，無數的抗爭者將會瞬間失去所有的資源，陷入多麼可怕的死寂與絕望。所以，現代慈善事業具備了一種極度極端且矛盾的特質。它一方面給富豪們用來掩蓋產業鏈所帶來的不公不義，但另一方面，它卻有實實在在的為社會邊緣的抗爭者提供了保命的彈藥。簡單整理一下剛剛的內容，很多人會直觀地主張，富豪做慈善，說穿了就只是為了洗白名聲而已。這個論點聽起來非常有說服力，對吧？但我們如果用真實的歷史與商業案例來做深度邏輯分析，你會發現這個純公關論其實是有巨大漏洞的。我們來看看美國近代史上非常轟動的薩克勒家族案例。薩克勒家族是美國普渡製藥的擁有者，他們因為刻意隱瞞風險，惡意推銷具有強烈成癮性的處方止痛藥，引發了全美國極度嚴重的鴉片類藥物氾濫危機，導致數十萬無辜的人喪生。他們現在已經被公眾視為實質上的犯罪者。然而，在過去的幾十年裡，薩克勒家族把他們賺來的這些充滿鮮血的黑心錢，大量捐贈給全世界最頂尖的博物館和大學，比如法國的羅浮宮、美國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等等。他們的目的昭然若揭，就是要把薩克勒這個名字永遠跟高雅的藝術、頂尖的學術榮耀綁在一起，試圖買到歷史的豁免權。但是，這種洗白策略最後有效嗎？完全沒有，而且還遭到嚴重的反噬。現在，全世界所有頂尖的大學和博物館都把擁有薩克勒館視為一種巨大的公關災難與恥辱。他們正想盡辦法，瘋狂地把牆上薩克勒的名字給拆下來。這個血淋淋的案例證明了一個鐵錚錚的事實：如果現代慈善事業真的只是一種洗白名聲的萬靈丹，那它在這個案例上根本就徹底失效了。在這個資訊高度透明的網絡時代，你不可能只靠捐錢就能永遠掩蓋你系統性的商業罪惡。如果洗白真的這麼容易成功，我們今天根本就不會有這場關於慈善本質的激烈辯論，因為大家早就被錢給收買了。既然慈善事業不能有效地洗白名聲，而且還經常因為慈善傲慢搞砸事情，那為什麼這些超級富豪們還是要前仆後繼，不斷地成立龐大的基金會呢？
這就引導我們來到了今天整個分析的最頂層邏輯。我們必須把批判的眼光從個別富豪的道德行為直接拉高，轉移到整體的經濟結構上。如果你只是在道德的層面上去指責某個億萬富翁行為不端、虛偽做作，說真的，那非常容易，而且罵起來很過癮，因為他們多半也確實有很多爭議。但這只不過是廉價的情緒發洩，完全無法解決任何實質問題。我們真正應該問的、更艱難也更直指核心的問題是：為什麼我們人類會建立起一個讓民主制度持續挨餓，卻讓私人慈善事業不斷膨脹壯大的經濟系統？這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在一個健康、運作良好的民主社會裡，公共資源應該是透過公平、累進的稅收系統來收集，然後由全體人民選出的代表，透過透明的民主程序來決定這筆龐大的資金應該優先花在教育、醫療還是基礎建設上。但我們現在真實的狀況是，這個失靈的經濟系統合法地允許極少數人累積了富可敵國的財富，導致國家稅收流失、國庫空虛。然後我們整個社會竟然要反過來卑躬屈膝地依賴這幾個超級富豪的私人決定與私人施捨，來解決全人類的公共問題。這才是現代慈善事業背後最讓人感到不寒而栗的系統性危機。我們不知不覺中把原本屬於大眾的民主決策權拱手讓給了那些不用經過選舉、不用受到監督，也完全不用對公眾負責的極少數億萬富翁。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現代慈善並非單純的洗白工具，而是極端資本主義的併發症。企業捐款往往只做治標的個人提升，避開撼動體制的結構改革。富豪的慈善傲慢，加上對底層的無知，甚至會引發災難。我們必須看透這層善意幻象，要求系統性的重整。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